在加密货币领域，能够在第一时间买到好的项目，一定是在最早时期。虽然我知道是很难，但是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的例子。我们先来看一看 Polygon， 或者是它的 Matic 代币，现在叫做 POL。刚推出的时候呢 ，Matic 的价格仅仅只有 0.004 美元。现在的行情虽然是不是很好，但是它依然还有 0.38 美元，这已经是150倍的涨幅了。而从 0.004 美元到它的历史最高的价格 1.29 美元，那可是500倍的涨幅。再来看一看 Solana 代币，它的 ICO 期间价格只有 0.22 美元，而我在写这一篇文章时呢 ，Solana 的价格已经达到了133美元，足足涨了600倍。而 Solana 的历史最高价格是为260美元，相比当前的价格翻了1倍，达到了1200倍的涨幅。你可能会说我是在挑一些特别的成功例子，但有一个普遍的规律适合用于几乎所有的情况。今天呢，你看到的那些成功的大市值项目，他们曾经也都是小市值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关注3个小市值项目。那我呢一直在跟踪着这一些山寨币，并且呢是经过深度考虑，觉得这些项目有这些潜力。我们认为呢，他们确实有潜力为你带来500倍的回报。近期 Bybit 开放给中国用户使用，如果你还没有注册过 Bybit， 可以点击我的链接注册。那注册之后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15 USDT 的奖励。那活动还有5天就结束了，大家赶紧点击链接注册吧。那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第一个小市值保障项目就是 Commonwealth， 代号是 WLTH。如果你想要早期进入加密货币领域，正如本视频的主题所说，那 Commonwealth 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原因如下，它为普通的零售投资者，也就是像你或者是我这样的人，提供了早期阶段的投资机会，有一点像风险投资，但面向大众投资者，这种机会非常新颖。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普通投资者来说，通常是没有机会接触到早期项目的。以往有一名名为 Priceless Fund 的基金，它包含了15个新协议，你可以通过它获得早期访问权。其中一些项目是包括 Chips、Cookie Sun、NanHeroes、Analog 等等。而这些项目呢，并不是随意挑选的，他们是由行业专家精心挑选出来的。挑选这些项目的人并称为 All Street Oracle。这些专家包括像 Master Ventures 的 Kelly Chesky， 他是区块链和加密货币领域的先锋。早期在比特币100美元时就购买了自己的第一颗比特币。还有 New Trip Capital 的 Julius Su， 他是全球数字前沿创新的领导者。此外，还有 Animoca Ventures 的 Nanter Chow， 他是区块链投资者的先锋，以及Andromeda Capital 的 Josh Mayer， 专注于区块链初创企业的早期阶段投资。这些专家们曾经在很多成功的项目中都是早期投资者，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Polygon， 还有 Polkadot、Masten Labs 就是税了，还有 Near、Aave、Ledger、Torchain 等等多个成功项目。因此你可以看到他们亲眼见证了早期投资者成功的模样。通过 Commonwealth， 你可以获得这些项目的早期投资机会，而这些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域。再来看看 Wealth 的代币，目前的价格是在 0.04 美元，这一周上涨了 18%， 它的市值依然很低，但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，代表它有巨大的上升空间。目前的市值是为1170万美元，处于微型市值的范围内。WLTH 代币的最大供应量是为10亿枚，目前已经有 3.15 亿枚正在流通，占比 31.5%。虽然这个流通比例不算特别的高，但是也不算很低。你可以在 KuCoin、Uniswap、Gate.io、抹茶等等的平台购买到它。接下来第二个小市值的保障项目就是 Tree Protocol。这个项目的核心就是去中心化市场，实际上呢，它也是 Tectum 孵化的第一个项目。Tree Protocol 最近更改了品牌形象，他们表示这个新形象更符合他们的愿景和可扩展性。他们的所有平台也将很快进行品牌更新。Tree Protocol 有一个特别之处，那就是它与 AI 合作。它的第一个去中心化平台和市场叫做 Jobs 3，你可以将它与 Upwork 或者是 Fiverr 这样的平台相比，
如果你熟悉这些平台 ，Dropstreet 现在配备了一个采购匹配的神经网络 AI。这个 AI 可以让电子商务市场更加高效，例如它能够在关键词搜索时给出更好的结果，并且还有更多的市场平台正在开发中。Tree Protocol 还有更多独特的功能，他们在这些去中心化市场中得到了应用，比如说他们推出了 ZK-I3S， 这是一种保护身份隐私的工具。当你进行数字交易时，它可以让你的身份保持匿名，不需要进行 KYC， 并确保你的身份和交易信息是私密的。你在铸造 ZK-I3S 时，无需提供身份证证明或者是生物识别信息。尽管你可以出售 ZK-I3S， 但所有权并不会发生转移，也就是说，原始持有者始终可以访问它。这种设计可能会对买家带来一定的风险，因此 ZK-I3S 的转移可能不会太过频密。除此之外呢 ，Tree Protocol 还提供了 TriProof 智能合约。这种智能合约确保在所有约定条款得到满足之前，不会释放任何的资金，从而大大减少欺诈行为，并且建立了信任。它有一点像去中心化托管服务。此外呢，他们的采购匹配神经网络 AI 也能够追踪用户的偏好，并在市场中为你推荐最适合的产品和服务，使得使用这些市场更加高效和便捷。最后 Tree Protocol 呢还推出了 Tree Pay， 这个支付系统速度非常的快，而且安全性很高，不像传统支付系统那么繁琐。比如它没有高昂的国际货币转换费用。目前 Tree Protocol 的代币价格是在 0.13 美元左右，市值是为1124万美元，这真是一个超级小市值的山寨币。而且最好的消息是，它最大代币供应量只有1亿枚代币，85% 的代币已经释放了。这种代币经济学项目是很多投资者最喜欢的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个项目 Polytrade， 代号是 Trade。我们已经很多次在提这个项目了，因为它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，尤其是它在 RWA 领域的参与。RWA 代表现实世界资产，这是加密领域当前非常火热的赛道，与 AI 人工智能和 DeepIn 去中心化物理基础设施网络齐名。除了 RWA 概念以外呢，我觉得值得关注 Polytrade 的原因之一呢，就是他们还在持续的建设，还有他们的团队非常活跃，团队也非常的勤奋，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。那 Polytrade 的市值比较低，他们有自己的 RWA 市场，在这里他们使用自己独创的 ERC6960 代币，这种代币能够对现实世界资产进行代币化，并且可以实现资产的部分化交易。在这个市场里，资产可以分为2大类，发现资产和二级资产。那发现资产是类似于一个集合器，它从平台比如 Uniswap、OpenSea、Goldfinch 或者是 Clearpool 等等的平台提供 RWA， 而二级资产则是 Polytrade 的本地市场，这些资产同样使用 ERC6960 代币。目前 Trade 的代币价格是为 0.6 亿美元，市值是为2310万美元，依然是属于微型市值范围。一般来说呢，市值低于1亿美元的项目都是属于微型市值，这意味着只要其中一个大机构看中它们，都会对代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，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。那目前 Polytrade 的最大代币供应量是为1亿枚，而其中的3750万枚已经流通了，占比 37.5%。那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币圈大马哥，我们下一期见。